二战后期，德国的 U 型潜艇上有一个特殊的非战斗岗位，但是它的重要性可能比全舰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它就是专门负责帮大家冲厕所的冲屎官了。当然，官方的名字叫做厕所废物处理专家。你要是觉得尴尬，想要绕过它自己冲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后果呢，可能就是船毁人亡哦。比如可怜的 U1206，好吧，冲厕所竟然还需要专家来操作，冲得不好还能直接冲成一艘潜艇。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故事中的主角 U1206是大名鼎鼎的德国 U 型潜艇中的一员，而且还是后期更加先进的一员。它装着2台3200匹马力的柴油机，可以在海面上以最高17.7节，也就是32.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同时还可以为一组电池充电，以便潜入水下后呢，也可以在2台750匹马力的电动机的推动下跑出7.6节的好成绩。所以啊，它是一艘油电混合的先进潜艇，可以较长时间安静地待在水下230米的深度，从盟军的眼皮子底下呢悄悄地通过。但是啊，长时间待在水下上厕所就成了一个问题了。U 型艇上呢，一般都配置了2座厕所，为全舰50名船员服务。不过后面的那个厕所呢，基本上都是会被额外储存的食物给占用的，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排放问题都只能交给前面那一个厕所了。50个人挤着一个厕所用，够夸张了吧？但更夸张的是，这个厕所在大多数时候还不得不处于停用的状态，因为早期游艇上的厕所是个直排厕所。什么是直排啊？就是内外是个直接连通的，里面按下冲马桶的阀门后呢，外面就能直接接触到冲出来的废物了。要是你体验过绿皮火车的厕所的话，就能更加直观的理解我说的意思了。但是情况在海里面还是不一样的啊！直接排放在水压很小的海面上是可以无障碍的完成的，并且还可以借由船头激起来的海浪，有效的将排粪口冲刷干净，是既卫生又高效的。但是在下潜后，随着潜艇周围的水压越来越高呢，直排就变成直吸了，外面的海水会倒灌进来的，于是厕所就被禁用了。船员们要么得忍住，要么就得找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了。拉裤子里面显然是不成的，那就拉到一个桶里面吧。这的确是早期游艇里面必备的一样生活物资啊！你能想象吗？在本来就狭窄无比，既当寝室又当餐厅，连睡觉的铺位旁都存放着鱼雷的空间里，再摆上这么一桶混合口味的那啥，潜艇船员的日子啊，不是游艇船员的日子啊，过得实在是太憋屈了。因为盟军那边呢，可能要稍微好一些，他们的潜艇厕所并没有直接连到外面，而是连着几个专门的储藏罐。在每次冲完厕所之后呢，废弃物都会先被收集起来，等到了海面再统一倾倒，所以就少了这么一个水下开罐头的环节，但是却要硬生生的为储藏罐留出空间和重量。德国人觉得划不来嘛，才另辟出了上面那个西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德国人所谓的美好时光的结束，也就是游艇战绩最辉煌的时期。那段时间，盟军还没有有效的反潜手段，所以游艇可以借着夜色的掩护，疾驰于海面，对目标发起快速的群狼攻击。由于浮在海面上的时间远大于潜入海里面的时间啊，游艇的厕所还没有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在狭窄的舱室内呢，除了有些柴油味、汗臭味和偶尔忍不住才发出来的那啥一点的臭味以外呢，空气也还算是清新的。但是时间来到1943年，随着盟军反潜技术和力量的极大投入，游艇也被迫开启了它的暗黑时代。需要经常游弋于深不见底的水下躲过盟军的反猎杀。于是那个桶现在就变成了抢手货了。有很多次啊，当执行完巡逻任务的游艇回到基地后，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连码头工人都扛不住，直接给熏吐了。只能说能在游艇上服役的士兵，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但再不是一般人，如此环境下战斗力还是会有折损的啊。新马桶看样子是不能再拖下去了，那就直接抄盟军的作业，给他装个专门的密封收集罐呗。德国的工程师说 ：“No， 你们那玩意儿太 low 了，我还是要直排，不仅在水面上能够直排，这次我还要在水底下能够直排。”怎么排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潜艇里面的鱼雷是靠压缩空气发射出去的吧？它有专门的鱼雷发射管。那么，咱用同样的思路去解决马桶里面的东西，可不可以呢？
给它也来一个专门的发射管，也用压缩空气将它发射出去，不就好了吗？所以一段奇妙的便便之旅便在这个高科技的新马桶被按下后开启了。长话短说啊，它先是会被吸入到一个专门的罐子里，然后在这儿被加压，随后再被送到发射位置，在一段倒数口令之后，舱门打开，空气喷涌，粪炮成功发射。当然，那段倒数口令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不过，它也的确反映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跟发射鱼雷需要有专人控制一样，发射这个马桶呢，也是必须要专人操作的。在整个过程中，它必须要一丝不苟、严丝合缝的前后操作很多个阀门，顺序不能乱，力道不能偏，表情不能变。你说这种要求不得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行吗？所以在这个50人的大家庭中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专门替大家解决后顾之忧的冲屎官了，连舰长也不得不经常有求于他。1945年的4月14日上午，正是装着这个马桶的 U-1206在苏格兰附近的海底呢执行它的第1次巡逻任务。开着开着，位于引擎室的舰长斯利特呢，突然就听到了刺耳的报警声。他很快就了解到啊，原来是一位工程师在试图维修厕所的外侧通风口时，意外引起了漏水，而底部的排水阀呢，还偏偏在这个时候坏掉了。于是从马桶口涌进来的海水就越来越多。还记得我说过这是一艘油电混合的潜艇吗？为水下电机提供电能的电池啊，正好就位于厕所下方。在泡进海水里面去之后呢，电池发生了分解，有毒的氯气开始释放了出来。很快，船舱内就变得不再适合生存了。在这种情况下，舰长斯利特不得不赌上一把，用浮出水面来排走有毒气体，但同时也侥幸的指望能够在敌人的海域全身而退。前者嘛，他是做到了，但是后者却很快被英军的一支巡逻机队给发现了，于是猛烈的轰炸接踵而至。施利特不得不下令弃船，主动将 U-1206沉到海底后，带着50个部下坐上了橡皮艇逃往岸边。1个人死于英军的炮火，3个人死于苏格兰险峻的海岸峭壁，剩下的46个人嘛，显然成了俘虏。还好，短短的16天以后呢，希特勒自杀，再又8天以后，德国投降。这些二战中最后一个沉掉的 U 型潜艇里面的船员呢，也重获了自由，包括舰长斯利特。他一直健康的活到了90岁，于2009年才去世。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啊？就是这艘潜艇的沉没虽然跟厕所有点关系，但是好像跟冲厕所一点关系没有嘛。那我一开始说的不就是在忽悠大家吗？等等啊，我们可能都被斯利特船长给忽悠了，因为刚才的说法来自于他自己的任务日志，所以提到了通风口故障，提到了工程师维修，提到了厕所意外漏水。但是一个工程师去维修潜到水里面的潜水艇的外侧通风口，这本身毫不符合逻辑嘛。所以啊，更被大家广为传播的是另外一个说法，正是施利特舰长自己一时憋不住去上了一个厕所，解决完毕之后呢，有点放不下架子，觉得我堂堂一个舰长，怎么连冲个厕所都搞不定呢？这玩意儿再复杂，不过就是看个说明书的事儿嘛。于是，在翻过说明书之后，他自己动手了。在动到一半后呢，才突然发现怎么也动不下去了，无奈的叫来了冲屎专员。结果冲屎专员一看啊，不知道是因为舰长在这儿有点紧张，还是这些阀门真的已经被舰长给玩坏了，结果造成了误判，打开了错误的阀门，潜艇外的高压海水呢一涌而入，于是就发生了我们之前已经描述过的那一场悲剧了。显然啊，我更喜欢后面这种解释，因为它让故事显得更加有戏剧性了。总结一下，自负舰长冲马桶，一不小心摁错钮，冲屎专家来救场，不料却把神给慌，呜呼哀哉，合起伙来坑死了一艘 U 型艇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呢讲给你听。翅膀往前长，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不科学啊！不过还真有这样的飞机，它就是1980年代由 NASA 和美国空军联合开发的 X-29了。尽管只造出了2架。这个长相奇特的飞机像不像是某个人看错了说明书，然后把机翼给装错了方向呢？还真像啊！因为我们所有见过的飞机翅膀不都是往后长的吗？即使是远一点，二战中那些著名的王牌飞机 BF-109、喷火式、P-51野马，它们的翅膀顶多也就是直着长的嘛。为什么 X-29非要特立独行，长出一个前掠翼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先回到喷气式发动机发明之前，那个时候的飞机机翼与机身的关系几乎都一模一样，那就是90度长在机身两旁。这对于任何飞行速度低于740公里
每小时的飞机来说都足够有效了。但是，一旦当你的速度再往上飙一些呢，就会遇到麻烦了，因为你已经让流过你机翼上表面的空气速度超过了音速，从而打破了音障，产生出冲击波。不对啊，即使是超过742公里的时速，也并没有比音速更快呀，怎么就打破音障了呢？这个其实是飞机产生升力的一个副作用，因为飞机之所以能够飞起来，是因为机翼下表面所受到的空气压力要大于上表面，这样它就能被下表面的空气给抬起来了嘛。于是啊，根据伯努利效应呢，机翼上表面空气的流速就必须要比下表面更大，很自然，这个速度肯定也大过了飞机自身的速度嘛。结果就是明明飞机没有飞太快，但却也让机翼前缘的相对速度超过了音速，由此造出的冲击波将后方的空气扰乱，在减少了阻翼能够产生的升力的同时，却增加了尾翼的升力，于是机头下压，失去高度，从而获得了额外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加重。发生这种情况时，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也无能为力。比如这样的情况就在 P38 闪电身上发生过，当时它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飞机之一，但就是因为上述的原因，导致了在一次测试中坠毁，以至于工程师后来不得不专门在它的机翼下方装上了一个附加的襟翼，以便解决这个麻烦。但随着飞机越飞越快，这样的临时措施显然是不够的，是时候为更快的飞机引入全新的机翼造型了——后掠翼。为什么后掠翼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当它在前进时，会让流经它的空气产生一个沿着机翼纵向流动的气流，叫做展向气流。相对的，垂直于机翼前缘流动的空气叫做弦向气流。你看，由于后掠的机翼将与飞机迎面而过的空气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就让不论是哪个方向上面的空气速度都没有原本平行于飞机飞行方向的空气速度更快，从而大大延缓了音爆产生的时间，让普通客机也能够在接近音速的速度上安全的飞行。而战斗机嘛，当然就可以更加的极端了，比如加上角度很大的三角翼，甚至是可变后掠翼，来最大程度的享受这样的福利，真是不亦乐乎啊！那么后掠翼就真的一点毛病没有吗？当然有啊，否则 NASA 为什么费那个劲非要研发前掠翼呢？后掠翼对于提高飞行速度来说没毛病，但是随着后掠角度的增加，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更快的速度嘛，刚才我们说的，由于分出来的展向气流占比也就越大，这就让大量的空气其实是从机翼的根部流向了机翼的尖端，从而使一旦失速发生时，翼尖成了首当其冲的地方，然后再逐渐蔓延到翼根。这有问题吗？大问题啊！在飞机全面失速前，飞行员肯定希望及时的调整，然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但是别忘了啊，副翼和机翼的控制面都靠近机翼尖端，既然这里已经先失速了，等于就是放弃了飞机的控制权，这样飞行员变得很难将飞机再度摆回正轨。但是相反，前掠的机翼就可以让展向气流流向机身，失速于是从靠近机身的地方首先开始并向外展开，结果呢就是空气仍然可以有效的流过机翼上的控制面，让飞行员及时的采取行动，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消除危险。听起来不错哦，我们终于为看错了说明书的工程师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但为什么 X-29 就只生产了2架呢？难道是因为太丑了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引入前掠翼时，我们希望解决问题，但事后才发现它制造的问题反而还更多。比方说，它那怪异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使它在空中飞行时需要经受不断的扭曲运动，这不仅要求它必须要用上最为先进的特殊材料，还需要为它装上最为复杂和昂贵的飞行电脑，而且一装就是3台。要使 X-29 的飞行成为可能光靠飞行员的操作远远不够，飞机上的3台电脑必须每秒钟对机翼上的控制面做出多达40次的调整才行。显然，这也使它成为最不可靠的飞机之一了。最终，在完成了242次飞行和积累了179小时的飞行时间之后， X-29 在1988年12月8日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飞行。尽管空中再也见不到它的身影了，但是这架奇葩的飞机却为航空工业留下了宝贵的科学数据与设计经验。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爬上8844米的珠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至少也有4000多个人先后到过那儿了。而一个高度没有比珠峰高上太多的地方，迄今为止却只有区区4个人到访过。这是哪儿呢？不好意思啊，故意跟你开一个玩笑，让我们把这个比珠峰还要高的东西倒扣过来。现在你知道了吧？它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地方呢，在此之前只接待过一个瑞士人、一个加拿大人和2个美国人。好了，现在他要准备迎接着来自中国的客人了。我们国家最新研制的10000米载人潜水器即将出发挑战者深渊。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离地心最近的地方的故事。故事开始于1872年，一艘叫做挑战者号的英国研究船，它正在执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海底测绘任务。说是海底测绘，你可能以为他们会用上一些看起来十分精密的仪器，但实际上啊，他们用的就是一根系着铅锤的长绳子，把它往海里面一丢，等感觉铅锤沉到水底了，再把它拽出来，看看放了多长的绳子下去，就知道这里有多深了。你应该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多么枯燥的工作吧？但人家就硬是花了4年的时间画出了第一张的海底地图。
图。伴随着这张地图一同诞生的，还有一个令科学家们既惊喜又困惑的谜题，那就是在西太平洋上方那个千锤似乎一直都放不到底的地方了。对了，这里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马里亚纳海沟了。只不过在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洞吗？大洞还是小洞呢？有什么功能吗？这样的疑问一直埋藏了70多年，直到1951年才有安装了最新声纳设备的挑战者2号研究船揭开了。声纳可是个好东西它使用声波的反射来探测海底下的动静，一开始是专门用来抓敌方潜艇的，后来才被水文学家发现这是一个测绘水底的好东西这下子终于可以把绳子和锤子给扔了，迈入到自动化时代。于是惊人的发现就接踵而至了。根据详细的声纳图显示这个太平洋海底深处的洞根本就不是一个洞，而是一个深度超过了8公里、长度超过了2500公里的大沟。它一路从关岛的东南方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的西北方，让原本以为海底就是一个没有起伏的大平原的人们跌碎了全部眼镜。但好戏还没完，希望他们还有眼镜可以跌，因为人们进一步的在这个海沟的南端发现了更大的惊喜。在这里，海底再次直落3公里，深度来到11公里，成为这个星球上已知的最低点。它就是挑战者深渊。就像总有人想要挑战空气极度稀薄的珠峰一样，人们同样也十分乐意挑战地表另一边的极限，只不过难度是呈几何级增长的。要想来到这里你必须要面对1000个大气压从四面八方的挤压。1000个大气压，直观感受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把50架波音747放在你的头上。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所以难怪如今也只有4个人敢去挑战一下。他们乘坐的是3艘深潜器，分别是1960年的迪里亚斯特号，搭载着美国人唐沃尔什和瑞士人雅克皮卡德，潜到了10916米的地方待了20分钟，然后惊喜地发现这里居然还生活着看起来像是比目鱼的生物。这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在没有亲眼见到前愚钝的人类是不会相信，在一个把我们生产出来最坚硬的钢铁都能压弯的地方，居然还能住着肉身的生物。接下来的第2艘呢，是2012年的深海挑战者号，搭载着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潜到了10908米的地方待了3个小时。尽管始终没有出现什么能够启发他拍出下一部电影的巨型海底怪物，但这一趟也不算白跑，毕竟沿路还是发现了68个全新的生物比如这个用警惕的双眼盯着入侵者的望远镜章鱼，还有这个像是从2次元里面逃出来的小飞象章鱼，太可爱了。第3艘是2019年的限制因子号，搭载着美国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沃，潜到了10928米的地方待了4个小时，暂时成为这个星球上在最深的地方停留时间最久的人。猜猜他发现了什么？各种各样有趣的鱼，没错，但还有一个令人极度恐慌不安的东西，那就是塑料袋。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征服这里时，我们制造的垃圾却先于我们在这里站足了脚跟，多么讽刺！好了，最后一起期待中国的10000米载人潜水器来到这里，把挑战者深渊的传奇故事继续写下去。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问你一个问题，汽车通常都把发动机装在什么地方？引擎盖里，对吧？引擎盖在哪儿呢？在驾驶舱前面，对吧？也就是说，跟我们一样，在发展了100多年以后呢，汽车制造商们都一致同意将发动机装在汽车前面。好，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我是火箭叔，今天就跟着我来了解一下。首先，我懂，肯定有人会说，谁告诉你汽车发动机都是装在前面的？保时捷911后置发动机，各种各样的超跑，法拉利 F430、布加迪威航、奥迪 R8 中置发动机，所以看起来前中后都是可以放发动机的嘛。而且我想起来了，既然刚才说的那几辆后置中置发动机的汽车都不便宜，所以前置发动机一定是为了便宜。好吧，说对了一部分，我再补充剩下的一句话解释：前置发动机前轮驱动，简称前置前驱的机车，由于发动机的重量正好压在前轮上面，所以能让前轮拥有更大的牵引力，在转向时更容易控制，意味着你在雨天路滑时不需要具备职业车手的技术就能够把车开好了。另外，把发动机放在机车前面也能用更经济的方法帮它降温冷却，所以制造起来的确是更便宜了。那么其他的布局方式呢？它们的存在该如何解释呢？好吧，既然你想知道，我们就不得不回
回顾一下汽车制造的历史了。在19世纪啊，大部分非马力驱动的车都是采用后置发动机后轮驱动的后置后驱。到了1895年，法国汽车制造商潘哈德制造出第一辆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前置后驱的汽车。为此，他们也同时发明出现代意义上的变速箱。相比起之前的后置后驱，前置后驱的优势相当明显。由于它把重量更均匀地分布在了前后轮上面，所以操作性更强，前轮的牵引力也更强。只不过你也知道，当时的汽车哪来多少牵引力可言呢？不管怎么讲，这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于是前置后驱很快成为业界标配，大家都纷纷效仿。福特著名的 T 型车呢，就是采用前置后驱的。从1908年到1927年之间，一共卖出去了惊人的1650万辆。100年前，别人家就开上了后驱车。1934年，奔驰看不下去了，在研究完汽车发动机的布局后，提出倡议：干嘛不把它放在后面呢？这叫反祖吗？你也可以说它是致敬前辈嘛。于是新一轮的潮流就此拉开。你还别说啊，奔驰还是挺有号召力的。它开始于奔驰的 130H， 紧随其后的是捷克汽车制造商 Tara， 在1938年达到了高峰，因为大众发布了甲壳虫。是的，曾经的甲壳虫可是一辆后置后驱的汽车哦。结果 Tara 立马跳起来不干了，起诉大众说你在抄袭我们家漂亮的 V570和97。你猜大众怎么着？咱等着瞧啊！不久之后，德国入侵捷克。不过事实证明，战争并不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二战结束之后呢，大众依然乖乖的交出了罚金，但这个插曲并没有影响到甲壳虫的火爆销量，火爆到让别的汽车制造商眼红冒金光。于是业界标配有点开始变成后置后驱了，路上的车也渐渐都飘了起来，因为重量都压在后轮上面，所以加速性能自然特别好，但拐弯的时候则特别的飘，前轮变轻了嘛，没有了足够的牵引力，过度转弯就成了常态。一辆辆看起来特严肃的车，没想到开起来却那么的轻浮，有点表里不一哦。唯独把优点和缺点平衡的很好的车是保时捷911，难怪到了如今啊，它还是这样的发动机布局。之所以能够做得如此优秀，是因为它把车身尽量降低，并且轴距也缩短到比甲壳虫还要更紧凑。随后其他几款成功的车毫无疑问也是走这条路线的，除了雪佛兰科瓦尔。保时捷911证明给他看的每一点，他都表示很不屑，长得既高又长，一开始深得美国人民的欢迎，大家毛起劲来买，直到他错卖给了一个有野心的年轻政治家拉尔夫·纳德。纳德随后就写了一本书啊，言辞激烈的控诉科瓦尔是一辆车的车祸，因为它后轮的摆动轴悬挂在拐弯的时候容易向下变形，很容易就让汽车漂移起来了，再加上前轮缺乏防倾感，所以漂移往往演变成翻滚，这个把傻白甜的美国人给吓懵了，说什么都不敢再买后置发动机的汽车了。于是让我们也把焦点随之一起重新放回到前置发动机的汽车上面。前置后驱，美国3大汽车制造商都造过不少你耳熟能详的肌肉车，野马、科迈罗、火鸟、战马等等。随着把发动机放在前面，没有了过度转向的危险，只是由于要把动力一路送到大后方，所以中间的损耗自然大了点。当然从维护角度来看呢，也是在减分。于是为了让肌肉车名副其实的威猛起来，不得不换上更大的发动机，更大的发动机意味着更大的重量，于是平衡打破，后轮变轻，来自后方的加速和牵引也就降低了。怎么办？只好把发动机往后挪啊，同时也把乘客往后轮方向逼，留下一个巨大的引擎盖。所以你现在算是明白了吧？为什么那些肌肉车头总是又大又长呢？其实说到这儿，既然你已经愿意牺牲驾乘空间了，只追求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操纵的话，干嘛不用中置引擎的方案呢？就像法拉利 F430一样，把发动机放在前后轮之间，由于最重的玩意儿正好位于汽车中间，你便拥有了最完美的操纵性、轻松精确的转向、安全高效的刹车和巨无霸引擎带来的极速体验。缺点还让我重复一次吗？贵呀！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前置前驱空间宽敞，经济便宜，就是操纵起来缺乏点乐趣；前置后驱加速优秀，操纵优秀，就是不太经济；后置后驱漂移首选，中置后驱下一步你该去开飞机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如果在太空中开一枪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问题啊，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虽然氛围友好，分析理智，脑洞清奇，但总的说来，还不就是在猜吗？其实啊，这个问题只要去问问苏联人，就能够马上得到标准答案了，因为他们真的就在太空中开过炮。
哎，是的，不是开枪，而是直接就开炮了。一门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600发的23毫米口径里克特 R23机炮，它被装在伪装成礼炮号空间站的金刚石载人轨道器上，成为唯一一支的人类在太空当中打响的第一炮。所以，为什么苏联人要在自己的空间站上装上一门炮呢？这门炮在开火之后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故事。时间回到冷战啊，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在让自己的侦察机和轰炸机越飞越高之后呢，明白了一个道理，站得越高呢，不仅看得越远，还能打得越远。于是，在都有了把人类送上太空的经历之后，就开始思考如何在这儿，在这个更高的地方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了。于是，一系列军用载人航天器，比如轨道轰炸机、轨道拦截机之类，都被列入了设计的目标。美国那边诞生了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计划。它是一个将空间站和间谍卫星结合在一起的计划，由麦克唐纳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双子星 B 飞船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实验舱组合而成。计划飞行7次，前2次呢执行的是无人任务，后面5次则为载人任务。虽然计划都一路排到1971年的1月了，但由于 NASA 此时正埋头忙于阿波罗登月，根本就顾不上来。而本该牵起头的国防部呢，对自己又没啥信心，一直就在打酱油的角色里面走不出来。所以很快啊，在象征性的发射了第一次无人任务之后呢 ，MOL 就正式宣布停止了。这段时间从1963年的12月到1969年的6月，其实只持续了短短6年不到。再看苏联那边啊，几乎在同一时间，大名鼎鼎的切洛梅设计局也宣布要开发一种载人轨道飞行站，作为太空哨兵来监视和寻找地方目标，代号金刚石计划。它在某些方面呢跟美国的 MOL 很像，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要先进很多。先说一样的啊，它的基本组成呢也是一艘可以返回的 VA 飞船和一个在轨舱段 OPS。在被质子火箭发射到轨道上后，宇航员就可以通过飞船尾部的通道爬进轨道舱里面了。他们在这儿将经过30到60天的军事观察和照片拍摄，然后就可以再坐着返回舱回到地面上了。以上啊都跟美国的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思路一致，但是下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当宇航员最多是3名坐上返回舱离开轨道舱之后呢，轨道舱并不会马上就废弃，因为它的设计寿命长达2年左右，也就是说它还可以迎接新的一波宇航员呢。而再把新的宇航员送上去的就是专门为金刚石计划研制的 TKS 货运飞船了。当宇航员在轨道上时，他负责把补给送上去；而当宇航员需要和他一起上去时，他又能跟返回舱对接在一起，连人带货一起飞。最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跟他对接在一起的，很有可能就是刚刚那个才从轨道上返回来的返回舱了。是的金刚石计划里面的返回舱呢，就是按照最多可以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有没有感觉到 SpaceX 的原型呢？当然这样做相当费钱在美国依然拽着 MOL 不放的时候，苏联有理由咬紧了牙也要硬扛下去。但是1969年在美国已经取消了 MOL 计划之后呢，苏联人有放下吗？没有，估计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美国吧。但是再这么正大光明的继续下去也不是太好毕竟我在明处，你在暗处，搞不好就被你给暗算了。于是他就把该计划伪装到了自己的民用礼炮号空间站计划当中，继续推进了下去。所以礼炮2号、礼炮3号、礼炮5号实际上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载人轨道飞行站1、2、3号了。当然1号没有成功，2号和3号则都成功的各送了3名宇航员上去。至于他们在上面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礼炮3号上面，他们测试了一把在太空中开炮的感觉。不对开炮是在3名宇航员坐上返回舱离开之后，由地面人员遥控完成的。比较遗憾，但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在空间站上装个机炮呢？
不是很明显吗？他们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已经把军事空间站计划给停了呀。如果轨道上有美国人的军事空间站，那他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空间站是具有武装的，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来攻击自己的空间站啊。那么装上机炮就可以用来自卫了。虽然感觉很 low， 但毕竟是增加了一道防线嘛。苏联人其实很想让3名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面呢自己开火来试一试的，但他们怕一开火就回不去了。因为首先有一个问题是装在空间站底部的机炮是完全固定的，想要把它对准一个目标呢，就必须要把整个空间站转到那个方向上才行。这种操作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其次，最重要的是，根据牛顿第3定律，炮弹一旦发射出去，就会产生反作用力，它会改变飞船的姿态，让它失去稳定，朝不可预知的方向和角度偏转过去。能不能再成功的调整过来呢？谁也不是100%能够确定的。这个风险还是最好不要冒的好啊。于是，在遥控着打完了一梭32发炮弹之后呢，据苏联人自己说是成功的摧毁了一枚报废的卫星靶子的，有效射程达到了3到5公里。至于真的有没有呢？那谁也不知道了啊。那么在真空中没有阻力，这些没有打中卫星的炮弹最终会跑到哪儿去呢？会一路飞出太阳系吗？当然不会啦，因为礼炮空间站所处的位置是近地轨道，它的运行速度大约在每秒7800米。如果此时向着它前进的方向上开一炮，想要让炮弹飞到更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话，注意连地球的管辖范围都还没有出就需要为炮弹提供大约每秒2500米的速度增量才行。但是 R23 机炮的初速度却只有850米每秒，就这还远远不够呢。在开炮之后呢，炮弹的确会立刻往外移动，但却会在同时将动能转化为势能，朝着更高的轨道飞去，不断减速后，最终从上方落在了空间站的后面。是的你朝前面开炮，但是炮弹却最终落在了自己的后方，非常反直觉同理，如果你对着与空间站相反的方向开炮的话，炮弹则会从空间站的下方超越空间站，跑到它的前面去了。那要是垂直对着头顶上开一炮呢？它会直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椭圆形轨道上去。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近地轨道炮弹，最终都会由于跟稀薄的空气分子摩擦后，减速落回到大气层中，烧光光的。那如果把炮弹直接换成导弹怎么样呢？我们差一点就真的看到了，苏联原本计划是在它的第4号载人轨道飞行站上实验空对空，应该说是轨对轨导弹的。但是金刚式计划的忠实拥护者前国防部长呢，却突然在这个时候逝世了。新的部长对这个计划表现出了高度的怀疑，于是直接就掐断了研究资金，从此金刚式计划宣告终结了。不过，即便是这样呢，它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宇宙战舰了，虽然跟酷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躺在沙漠中央的巨大箭头会是外星人的杰作吗？打开谷歌地图，输入这样一个坐标，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箭头形状的地标图案。再来输入另外几个坐标，出现在屏幕里面的同样也是类似的箭头。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地面上，这些箭头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箭头位于美国，从旧金山横穿整个大陆来到最东边的纽约，每隔大约15英里，也就是24公里左右就会有这么一个，算下来一共有好几百个。它们有的直接暴露在山坡上，有的则隐藏在灌木丛中。要不是被一些徒步爱好者在偶然间发现，这些统一都指向了太阳升起的方向的箭头，不知道还会要埋藏多久是外星人搞的把戏吗？当然不是他们是美国政府修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专门为了帮助飞行员找到航向用的。就像我们今天自己开车已经习惯了用导航软件一样，如今的飞机呢，依靠的也是卫星定位来进行精确的导航。前段时间大家不是还热烈的讨论过飞机的盲飞，也就是仪表飞行吗？飞行员在起飞后就可以根本不用看外面，只需要盯着各种仪表飞行就可以了。当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留言是，既然飞行员都用不着看窗外了，干嘛考飞的时候还要对视力要求那么高呢？简直就是灵魂拷问
不过这事儿呢，要是换在100年前就非常关键了。在没有卫星定位、没有惯性导航、没有无线电信标，甚至连磁罗盘都还没有的早期飞行年代，飞行员真的就只能去靠看地面上的地标来把自己带向正确的方向了。比如某个地方特征非常明显的大山、湖泊、高大的建筑等等，很像我们现在在玩定向越野中所干的事情啊。但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夜里面怎么办？白天可以靠看，夜里面难道靠猜吗？当然不行啊！那个时候，即便是白天飞，都会因为导航图不够精准，找不到地面参考物而发生偏离航线，最终坠机的严重事故，导致开飞机的航空邮件快递员呢，都成了一个高危职业。统计表明啊，大约每飞行900个小时就会发生一起坠机。来看一个作为对比的数据啊，截止2021年1月，中国民航已经实现了8943万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接近前者的10万倍。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当年的飞行员是多么的危险了吧？于是，在美国刚刚建立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航空邮件业务时，他们是这么做的：一大早，装满邮件的飞机从出发地起飞，尽可能的能飞远一点就飞远一点，一直飞到太阳快要下山，就该找一个机场降落了。夜里面呢，这架飞机上的邮件会被转运到一列火车上，用火车也是尽可能的再把它们往目的地的方向多拉一点。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些邮件呢又会被装到另一架飞机上，起飞继续赶路。使用这套系统啊，一封从旧金山发往纽约的信，最少也必须要花上79个小时才能够到达，比全程用火车的108个小时其实快不上多少嘛。于是时任总统沃伦·哈丁呢不乐意了，威胁美国邮政：你要是不能再快点呢，我就要给你砍预算了哦。美国邮政一听，砍我预算，这怎么行呢？那我就现在想办法。对了，要是我能全天候飞，不就能把它解决了吗？但全天候飞就得要解决夜间的导航问题了。其实别说夜间啊，此时就连白天的导航都经常要出点问题。既然这样，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沿着旧金山到纽约，在地面上给飞行员们专门建造一个指示系统，好不好？这个呢，便是我们在一开始看到的那些巨大的箭头了。为了在夜间也能使用啊，在每个箭头上，就是在这个正方形的位置上呢，其实还都配上了一座15.2米的高塔，塔顶有一盏高亮度的燃气灯，旁边还有一座小屋来专门为它供气。只不过时间久远，再加上二战时急需金属，很多的灯塔不是被拆，也是被毁了，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水泥箭头了，有点可惜啊。但你别说啊，这个箭头系统呢，一经启用，果然见效明显啊！整个东西线的航运时间缩短到了35个小时，同时还附赠了运费下降、事故减少等超值大礼包，可谓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啊！吃到这个甜头之后呢，美国政府来劲了，他们甚至已经动念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修建一条浮动版本的箭头带了。想想那应该会非常壮观才是啊！但最终雷达和卫星技术来了，他们立马就把物理的箭头标志打进了冷宫，同时在二战时期，为了防止引狼入室呢，一些之前已经修好的海上标志也被拆除了。箭头带就这样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好在总有那些善于发现的徒步者。好了，我也很喜欢徒步，还很好奇万物，所以呢，赶紧关注我，让我继续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爆炸会产生冲击波，但其实开炮也同样会产生冲击波。它的威力有多大呢？能够团灭一整艘战舰。1944年啊，二战已经到了后期，但此时的太平洋上呢，美国和日本还在血战到底。10月20日，美军开始了他们进攻菲律宾的计划，因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呢便爆发了。日军其实对此早有准备，他迅速将巨型战列舰武藏号编入了其主力舰队，试图突入美军的阵地。武藏号啊是日本大和级战列舰的2号舰，其满载排水量呢超过了7万吨，为当时战舰之最。而另外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就是其配置的3座3联装，共9门口径达到了460毫米的巨炮了。相比之下，美国的1A华级战列舰呢，主炮的口径只有406毫米，比人家足足少了50多毫米啊！但是就是这9门无敌主炮，马上就要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了。10月24日，在奔袭中的日军舰队突然就遭遇到了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猛烈进攻，这其中呢，巨大的武藏号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被美军重点照顾了。不过
众所周知啊，此时的武藏号上，但凡是能够找一点空隙的地方呢，都被塞满了防空炮塔，所以密集的炮火也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日本还有一样奇葩的武器，那就是他那9门460毫米巨炮呢，不仅可以对舰，还可以拿来对空。他们可以发射一种叫做3式弹的特殊炮弹，在把发射药填满之后啊，这种重达1吨多的炮弹可以被发射到1万米的高空，爆炸之后产生的1200枚燃烧弹能够覆盖周围120到150米的范围，不仅可以打乱敌机的编队，还因为其十分可怕的炸开场面，在视觉上也能起到足够的震慑效果。于是，在遭遇到美国军机的突袭之后呢，武藏号就在他们还离自己有20公里的时候呢，便首先用主炮轰了一轮烟花上去，接着在全员高射炮就位，与逼近的美军机群进行肉搏，这样他就勉强撑过了第一波空袭。虽然已经被数枚炸弹命中，甚至还中了鱼雷，但是高炮依然还是可以继续的突。接着美军的第2波空袭来临了，日军指挥官呢准备继续沿用之前的战术，也就是先开460毫米主炮，用3式弹打出弹幕，进一步震慑美军飞行员，然后再用高射炮来织出近防网。但是啊，在拉响主炮开炮前的警报时，很多高射炮炮尾的射击其实是还没有停下来的，所以巨大的轰鸣声呢，直接就把警报声给吃掉了。打了鸡血的高射炮手此时还在继续的对着天上突，然后主炮就开火了。炮声过后一片安静，刚刚还在往外喷火的高射炮齐刷刷的闭嘴了，炮塔上的人也不见踪影了。他们去哪儿了？原来啊，他们是被主炮开炮时产生的炮口风暴烧到海里面去了。不光人没了，就连高射炮上的光学瞄准具呢，也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破坏。武藏号上的防空力量瞬间腰斩，很快便在美军的集群攻击下沉没了。所以，什么是炮口风暴？为什么武藏号在第一次开炮的时候没有受到炮口风暴的影响，第2次却几乎被灭了门呢？炮口风暴又究竟会对战舰造成多大的破坏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在这儿呢先暂停拉个关注。如果你喜欢我讲的内容，就千万不要吝啬把你的赞点亮哦。长按大拇指呢，还会升级成强烈推荐，战斗力翻倍，鼓励值飙升，相当于就是给我打了一针鸡血，可以让我更卖力的给大家讲好玩的内容了。好了，回到炮口风暴，它是火炮开炮时以炮口为中心点产生出的一个爆炸冲击波。这张美国海军爱荷华号战列舰在一次演习当中9门主炮侧向齐射时的照片，把炮口风暴的威力呢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你看到那片巨大的凹下去的海面了吗？那就是被球形的冲击波给击下去的。在炮弹离开炮管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直在堵着后面的由推进剂燃烧后所产生的大量高压燃气的东西。这个时候呢，爆炸的威力还没有体现出来啊，直到炮弹离开炮口，塞子没了，憋着一肚子气的高压燃气才在瞬间喷涌而出，带着巨大的能量，以超音速的冲击波形式呢，迅速扩散开去，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甚至通常情况下，它还会快过炮弹本身，以至于对炮弹的飞行动力学都还要产生影响呢，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啊。战列舰上的主炮呢，口径都无比巨大，可以想象这样的炮口风暴就更加明显了。有记录显示啊，当年英国海军罗德尼号战列舰对战德国海军俾斯麦号时，就因为自己主炮所带来的炮口风暴，对船体造成了不小的损坏。比如整艘战舰卫生间里面的水管都爆裂了，船首的甲板呢也破裂了，连很多地方的横梁呢都被震断了，多个舱室被淹，设备松动，家具也飞得到处都是，简直是现身说法的告诉我们怎么通过开炮来自己玩死自己啊。不过很奇葩的是，这种损坏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影响到罗德尼号的战斗力，它竟然为英国海军击败俾斯麦号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罗德尼号呢是个特例啊，因为它受到了吨位限制，所以船体用的钢板比较薄，才会这么惨。其他的战列舰呢就要比它好多了，至少舰体本身并没有像它这样伤得这么深。但至于舰体上的其他东西嘛，就不好说了。美国的2艘战列舰南达科塔号和华盛顿号都曾经因为开炮时过于专注，有过把停在舰尾的水上飞机给直接震到海里面的情况。而到了武藏号这里呢，它装的可是比美国人口径更大的460毫米主炮，那肯定会带来强烈的多的炮口风暴。但到底又能强烈到哪儿呢？干脆做个实验好了，
于是日本人就在1942年武藏号刚刚建造完毕之后呢，进行了一次火炮试射。他们先是清空了整个甲板，然后在上面放上很多装有焊塔的笼子。在9炮齐射之后，他们的眼前是这样一番惨烈的场景啊！一半的笼子被炮口风暴吹飞了，剩下一半的笼子里面焊塔也是非死即残，可见威力相当惊人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武藏号上的高射炮位都被设置成了带有装甲板防护的全封闭式的，这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但是从1943年起，美军的空袭呢越来越频繁了。为了应对这个威胁啊，日本人不得不见缝插针的又在武藏号上增设了很多座高射炮台。因为空间有限嘛，这个时候的装甲防护呢就装不上了。那接下来在操作高炮的时候，要是主炮开火，岂不直接就暴露在了炮口风暴之下了吗？于是日本人又想了一招，在每个炮位上都安装一个开炮警报器。一旦警报拉响，高射炮手便要立刻撤回舰内，同时还不要忘了把高射炮上的瞄准镜一起拆下来带回去才行啊。1944年的10月24日呢，武藏号在第一次对天齐射烟花的时候，拉响的警报声响彻全舰，所有人于是都安全的躲起来了。但是第2次嘛，由于高炮射的正酣，哪里能够听得见什么警报声呢？于是上一秒还在激情万丈，下一秒就直接见了龙王。美军战斗机上的飞行员估计也是吃了一大惊的。好了，这就是炮口风暴。舰炮有，坦克炮有，榴弹炮有，就连迫击炮也是有的。你有没有亲身感受过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清仓处理最后3天，你有没有经常在一些地方看到这样的标语呢？结果证明啊，天天都是最后3天，这已经成了你我都心知肚明的笑话了。不过你不一定知道，在科学界也有一个几乎跟它一模一样的笑话，尽管版本高级一些，那就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了。人们总是在说啊，可控核聚变在未来的10年内就能够变成现实，结果就是啊，这个未来10年似乎对任何时候来讲都是未来的10年。是的，这种属于未来的发电方式呢，燃料丰富、安全可靠，几乎没有排放，只需要一升海水就能让你的汽车不带尾气的跑上4000公里，诱不诱人啊？当然诱人啊！难怪从政府到民间，从机构到个人都想方设法在往里面扑。可是每次人们认为我们就快要走到终点时，结果却发现只不过又是被自然的力量给耍了一次而已。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要用上这种无尽的清洁能源，还需要我们等上多久？首先，为什么要用核聚变？其他能源就不香吗？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我们用的最多，所以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正在让我们痛苦不堪。水力、地热那更是稀有资源。传统核电，也就是核裂变，从一开始印象分就是负的，它总是让人想起差点就把人类给毁灭了的核武器。实际上，随着核废料越积越多，人类也的确正在走向那个危险的边缘。太阳能、风能很美好，但依然不够可靠，所以看来看去，似乎只有核聚变才是最完美的能源解决方案。为什么呢？头顶上的太阳给了我们使用这一能源最充分的理由。太阳就是一个天然的核聚变反应堆，所有的光和热，是的，我们其实已经享受到核聚变带给我们的好处了，都是来自于太阳内部的氢元素合并成重元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这里的氢元素和重元素分别指的是氢和氦。一个典型的核聚变反应就是这么简单，当温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物质就从我们熟悉的3种状态固液气变为第4种状态等离子态。此时电子从原子脱离，于是原子核与电子都开始了自由的穿梭。原本由于原子核都在正电，它们彼此之间会相互排斥，根本结合不到一块儿去的，除非速度非常的快，快到排斥力还来不及把它们俩推开之前呢，它们就撞在了一起。但要为原子核提供这么高的速度啊，非得要有上亿摄氏度的温度才行。让我们复习一下，太阳核心的温度也不过才1500万摄氏度而已。为什么这里的氢核就能够抱在一起形成氦核呢？没想到吧，太阳居然做了一个弊，那就是它用压力换掉了一部分的温度。太阳的质量巨大，所以能够在它的核心产生超强的压力，活生生的把2个原子核之间的空间给压小了。所以哪怕速度慢点，但爆上去的概率呢却极大的增加了。好了，说到这儿呢，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核聚变是怎样产生的了，就是高温和高压，简单吧？在太阳上很简单，不过在地球上嘛，2个条件同时满足，还能够维持上一段足够的时间启动聚变，真的是太难了。迄今为止啊，科学家发明了2种使等离子体热到足够融合的方式，磁场约束和惯性约束。当然2者在现实当中都有各自的版本，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未来可控核聚变电站的 demo 版。
ITER 是一个建造在法国，由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热核实验队，它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可控核聚变项目了，采用的就是磁场约束。解释起来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高温等离子体的温度已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耐高温材料的极限了，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不要碰到任何的东西。好在等离子体里面都是一些带电的粒子，磁场可以隔空控制它们。于是 ITER 就一边使用超导电磁来控制位于真空中的等离子流，一边用液氦来为磁铁降温，从而创造出宇宙当中最为极端的冰火两重天。可控核聚变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惯性约束，是利用超强激光来点燃位于一个圆球中央的微小燃料。当所有的激光束从各个角度同时击中那个小药丸的时候，超高的温度和超强的压力将会为其中的原子创造一个融合在一起的完美条件。你说这个时候它不发生核聚变，对得起我们花在激光上面的电费吗？对了，你反应过来没？不管是采用以上哪种方式，我们原本是希望用这些热核反应堆来发电的，结果现实却是我们为了让它发电，反而还需要为它提供更多的电，这不一赔本买卖吗？是的，直到现在啊，这都是可控核聚变最为尴尬的一点，除非它能够证明自己拥有更高的争议比，否则笑话还会继续下去。ITER 希望在2025年时告诉人们，如果你给我输入50兆瓦的电，我就给你送出500兆瓦的电，实现10倍的增益。而除此以外啊，也有更多的私人公司参与到这场新能源的竞争中来，其中就有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投资的通用聚变公司，他们都声称自己能够在未来的10年内生产出高效的核聚变电力。好吧，希望这个未来的10年呢，是真正有期限的未来10年。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附近呢，不明飞行物的发现报告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很多居民都看到了在空中一闪而过的蝶形飞行物，而且呢，他们的描述都非常一致。这些飞行物啊，似乎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空中机动能力。所以，这些飞行物究竟是什么？会是真的飞碟吗？是的，它们的确是飞碟，不过呢，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飞碟。还是在1957年啊，不过地点换到了苏联，在劳动节的阅兵仪式上呢，他们拉出了自己最新研发的大杀器 S-75 防空导弹，采用2级发动机的它呢，最高可以射到25000米的高度，散发的平均杀伤率高达95%。美国人一看有点着急了，当即就进行了一次秘密评估，结论的确不容乐观啊。他们认为自己新装备的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呢，只可能在几年内还有渗透苏联防空网的机会，而即便是正在开发中的继任者，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 XB-70女武神超音速轰炸机，也很难仅靠自己就能在苏联上空全身而退了。它必须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防御装备才行。是什么防御装备呢？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模型了。它呢，这个圆盘啊，居然是一枚导弹。是的，一枚空对空的防御型导弹，代号皮瓦克，秘密编号项目3811。军方对它的要求呢，其实很简单干脆啊，总结起来也就只有几条：一是它要能够向任意方向发射；二是呢，它要能够承受60到250倍的加速度；三是它要能够在空中接受末端制导，可以灵活的向任意方向转向；四是它要能够以7马赫的速度去拦截来袭的目标。怎么样？听起来这还像是人类的科技吗？准确点说，是人类60年前的科技吗？不像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正是位于埃格林空军基地的研究人员扛起了这个重任，他们很快就从经典的飞碟外形上找到了灵感，从而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拥有透镜外观的激进的飞行器出来。这是最初的一张风洞实验照片。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外观不仅有着极佳的攻击角度，还有着十分理想的重量分布，两者合在一起，竟真的混出了如科幻一般的超强机动。随着风洞实验不断进行呢，皮瓦克导弹的外形呢也逐渐从纯凸透镜型进化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前薄后厚的造型了。它被称为型号3，在气动性能得到了优化的同时呢，也为内部元器件提供了更大的容纳空间。因此军方的正式合同终于到来了，它被交到了康维尔公司的手里面。是的，又是这个康维尔，这个名字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算是常客了，可见他曾经真的有多么的厉害啊！
不过外界要知道这些呢，还要再等上50年才可以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再细品一下。艾格林空军基地里面呢，研究人员正在秘密的研究碟状导弹。艾格林空军基地以外呢，不明飞行物开始被频繁的发现，而官方的口径里面是，哎呀，这个事情嘛，我们也毫无头绪啊。这个套路大家现在是不是有点熟悉了呢？好了，再回到这枚科幻的导弹本身啊，我们继续来详细的认识一下它。先说它的发射方式啊，很多枚这样的皮瓦克导弹呢，会像炮藤片一样叠在一起，被安装到一个可以旋转的圆筒当中。圆筒中有一根可以将导弹向下推至发射位置的内螺杆。在发射前呢，圆筒先旋转到合适的位置，然后舱门打开，推出导弹。等到导弹离开飞机，有了一段安全距离后，再点火奔向目标，从而实现全方位的自由发射。那么很自然呢，咱们就要讲到它的推进系统了啊。在一开始啊，研究人员为皮瓦克考虑了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火箭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外燃冲压发动机、液体火箭发动机以及固体火箭发动机等等推进方案。但是考虑到在3马赫至7马赫下，涡轮推进系统无法满足皮瓦克的需求，而冲压发动机则需要一个大进气道，因此会带来操纵的问题。外燃冲压发动机虽然具备可能性，但那会儿呢还达不到实际应用的阶段，因此只剩下了液体与固体火箭发动机这2个解决方案。最终呢，他们还是觉得用固体火箭比较靠谱，于是就在皮瓦克那扁平但是宽大的弹体内并排进了6台发动机，其中3台用于推进，另外3台呢则用于姿态控制。这3个明显长成是中型的喷管啊，就是推进发动机的喷口了。另外很多个，包括尾巴上3个主喷口旁边的这2个，还有诞生上面、下面这2侧的几个呢，都是可以控制它在空中俯仰、偏航、滚转的姿态发动机的喷口了。由于足够高效直接，所以在空中来个突然转弯什么的，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毕竟250倍的加速度过载是被明确写进了标书里面的。而导弹的外壳呢，是用光滑而漂亮的镁合金，战斗部介于火箭发动机机舱前壁与制导模块之间，是大约重10公斤的可控破片。之前呢，甚至也考虑过核战斗部的，但是由于塞不进去，所以就放弃了。到了最后一版的设计里面呢，为了给导弹助推段提供额外的控制力，设计人员又在顶上和底部再加上了这么4个喷口，都快赶上载人龙飞船的节奏了啊！另外，为了应对高速飞行所带来的高温，皮瓦克的外壳也设计成了双层的结构，并在其中封装了液体冷却剂。这被证明也是相当聪明的做法，因为随着吸收热量，冷却剂开始蒸发，蒸汽会从导弹的后方排出，还能再发挥出余热，为导弹增加一些推力呢。就这样，到了1960年，皮瓦克项目已经完成了预想中3个阶段中的2个了。但是康维尔的研究小组呢，却突然发现，他们好像走进了一条时代发展的非主流岔路口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美国关于战略打击载具的思路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高空高速轰炸机切换到了洲际弹道导弹。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1960年 U2 被击落后所带来的深刻反思。既然连 U2 这种在太空边缘游弋的飞机都不安全了，那还有哪架飞机是安全的呢？再加上越战开始了，越战输掉了，很多创新武器的研究经费缩水了，甚至直接被砍掉了。XB-70那架可以飞到3马赫的女武神便是其中一个了，连主人都已经入土了，你说它的配件难道不应该一同陪葬吗？是的，皮瓦克项目呢也因此就被终结了。但是真的就被终结了吗？这实在是不好说啊，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皮瓦克已经被终结的情况下，在另外一个叫做蓝圣图的反卫星系统项目里面，出现了一个跟皮瓦克长得非常像的东西，就是它了啊。原来早在皮瓦克研究的第2阶段呢，康威尔就同时参与到了这个绝密的反卫星项目中了。他们基于皮瓦克的技术提出了一个透镜状载人飞船的设想，这艘飞船可以容纳一个3人小组，安装在一枚泰坦3型运载火箭的顶部，被推进到距离目标卫星80公里处时，发射出一个小型的侦察击杀器，它会与目标交汇，先是进行仔细的侦察，然后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呢，直接将其击毁。完事之后，飞船重入大气，返回地面。不得不说在1960年代真的是一个脑洞极大的构想啊！但是没过多久，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和皮瓦克一样被毙了。其实这件事呢，我们本来从头就不应该知道的，但是在1963年的一次空间技术研讨会上，之前皮瓦克项目的负责人估计是觉得反正项目都已经被取消了嘛，就在大会上直接把它给公开了。于是人们呢第一次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点点模糊的了解。
但是更多的细节，甚至是这位负责人的官方履历，都从此完全消失了，至今还有很多没有被解密，留下一团迷雾。不过2006年，美国杂志《航空周刊》和《空间技术》里面的一篇文章，似乎又把这条线串了起来。文章声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了一种2级入轨并且还可以重复使用的载人飞行器，名为黑星。它又据说是一架改装自 XB-70超音速轰炸机的运载器和挂在其下方的载人升力体太空飞船组合而成，可以进入地球轨道，用于执行小型卫星发射、反卫星和空间武器的部署等等。整个项目极为机密。这像不像是当年 XB-70和皮瓦克导弹的组合呢？难道他们的研究一直都在秘密的进行？难道美国政府最近放出的那些不明飞行物的视频，其中就有他们的身影？好吧，真真假假，谁又说得清楚呢？那我们就全当是猜测吧。但这个东西嘛，还真的就的的确确存在过啊，太不可思议了。我是火箭猪，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